女人为了活命攻略了男主整整3次，然而没有一次成功过。就在最后一次机会时，她不顾系统的反对，直接使用特权给自己造了一具3岁的身体，顺带还把自己的血缘绑定到了男主底下。竟然当不了你老婆，那我就当你女儿，让你天天给我当牛做马。此刻燕京市第一中学的教导处，3岁的满月坐在椅子上，一边吃薯片一边看着动画片。一旁的教导主任看着手机满头大汗。这小孩是万君如在操场捡的，发现的时候正被一群学生围观着，争先抢后的拿棒棒糖让小姑娘叫哥哥姐姐。万君如看到后脑子都要炸了，还以为是哪个小兔崽子偷偷把自家妹妹塞书包里带学校来了，冲过去一问才知道，原来这小孩是来找爸爸的。万君如松了口气的同时，便以为是哪个老师的小孩走丢了。然而当他将小孩的照片发到大群半个多小时后，竟没有任何人回应。等下要是再没有人说话，他就得把人送去警察局了。正打算着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敲开，2班班主任带着10几名学生走了进来，其中还有几个被打得鼻青脸肿。万君如见状，脑门青筋直跳个不停，最先盯上了他们当中最显眼的领头羊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江逢，你说说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又带人打架了？与此同时，满月一双漂亮的眸子瞬间就捕捉到了人群中的江逢。无他，那张帅脸太过熟悉，就是化成灰他也能认出来。江逢穿着蓝白相间校服，1米8几的身高往那一站就是一道风景。江逢这时恰巧和他对视上了，本来还在想着一会逃课去哪的少年，这会看着这个与自己有些相似的孩子，眼中闪过一丝疑惑。然而下一秒，满月已经手脚并用地爬下了凳子，然后迈着小短腿走到了江逢身边，伸出肉肉的小手一把抱住了他的腿，大喊：“爸爸，你去哪了？”此话一出，瞬间整个办公室都陷入了一场诡异的安静。江逢看着这个只有他半条腿高的小孩，抽了抽嘴角，这谁家小孩怎么乱喊人呢？他身边的死党段周一脸惊讶道：“你还别说，冯哥，这小孩长得跟你真像，你什么时候背着我们生闺女了？真的哎，尤其是这双眼睛，看起来跟冯哥复制粘贴了一样。”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，犹如一记重锤砸得万君如整张脸都青了。在这之前，他想了无数种可能，某个学生的妹妹，某个老师的女儿，甚至是校外走丢的孩子，唯独没想到这是自家学生早恋的产物。江逢抬起被他抱住的腿，轻轻抖了抖，然而满月的4肢牢牢抱着他的腿，不仅没有害怕，反倒是开心的荡起了秋千。江逢皱眉抬头一看，就发现所有人都用那种审视和怀疑的目光看向他，他气得脸抽抽，我上个月刚满18，哪来的本事生这么大孩子？闻言，万君如的神经也松懈下来，转头看向2班的班主任，打架的事叫家长过来商量吧，该惩罚就惩罚，该赔偿就赔偿。趁着通知家长的空隙，万君如蹲下身把满月抱了起来。满月呀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叔叔带你去警察局找爸爸好不好？满月在他怀里轻轻挣扎了2下无果后，便伸手朝江逢的方向够了够。江逢，他就是我爸爸，这辈子要养他的牛马。顿时万君如看着他的目光彻底改变了，顺着满月的力道把他送进江逢怀里。江逢下意识接住，任由那2条肉肉的胳膊挂在他的脖子上，这一大一小放在一起，再对比了下眉眼比例，哪还有什么不清楚的？万君如教了20多年的书，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？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，那是做出什么事都不奇怪的。孩子妈妈是谁？多大了？万君如失望地看着自己的学生，谴责的目光让江逢无语了。本想为自己争辩几句，却又被打断。算了，等你家长来的时候再说吧。江逢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冤枉过，但看着怀里这个和他长得很像的孩子，一瞬间也迷茫了。要不是他上个月回过家，真以为这是他爸妈背着他生的2胎，亦或者是他们其中一个的私生女。可一想到自家老妈那火爆的脾气，冷脸又沉默寡言的父亲，就觉得可能性不大。从外面打电话回来的万君如脸色也不太好，因为江逢父母的电话根本没人接。江逢早就猜到了结果，那2个人都在忙着工作，从小到大一次家长会都没给他开过，能接就怪了。他把满月的手拿下来，直起身冷笑一声，开口道：“今天这事跟其他人无关，人都是我打的，医药费我赔，但这个错我不认。”闻言，2班班主任一瞬间怒上心头，这就是你打人后的态度吗？万主任，你可是看到了你们班学生究竟有多无法无天？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也表个态，江逢必须当众在国旗下给我们班学生道歉。凭什么？这时段周站了出来，是赵伟他们先在小胡同堵我们班女同学的，我们冯哥揍他们，还揍轻了呢。说的没错，就算要道歉，也该是赵伟他们先给我们班女生道歉。一言一语把话说出来，全都是给江逢打抱不平的。李老师当然不知道这个缘由，线下听到后脸色一阵红一阵白，他回头扫了眼自己几个被打的学生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你们真去堵别人了？几个人低头不说话，实在没什么可反驳的，这样子还有什么可问下去的必要？万君如站出来严肃道：“李老师，如果真是这样，这件事就不能按照你说的那样处理了，他们本就理亏。”李老师事先没了解清楚，这会也觉得没面子，但本质上护犊子习惯还是硬着头皮说了句：“可以不道歉，但医药费还是要赔的。”这点江逢本就提过了，线下自然不愿意去计较，最终江逢答应了赔偿。而2班几个被要求国旗下检讨，万君如拍了拍江逢的肩膀：“你做的是对的，但方法错了，用武力解决问题只会自损800，就打架这事，你回去也写份检讨。还有这小孩。”没等主任说完，江逢连忙抱起地上的满月改口道：“这我妹妹，我家的2胎，今天过来找我玩的。”闻言，万君如脸上变幻莫测，也不知他信了没有。但在满月强烈要求让爸爸带他去吃好吃的情况下，万君如给了他半天假，让他赶紧把孩子给他
父母送回去。本就打算下午逃课去比赛的江峰，这下名正言顺了，想着等下出去就赶紧把这小家伙送到警局。于是胳膊夹着满月就出了校门，直到走出一段距离，满月被这姿势搞得十分不舒服，右手伸进江峰的校服去薅他腋毛。江峰被痛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差点就把手里的孩子扔出去。满月落在地上摸了摸自己的头发，一点一点的四处看。虽然他的灵魂是个成年人，但在小孩子的身体里当然要有点孩子特性，更别提这辈子的他可是决定摆烂让江峰养着的。当大人哪有当小孩好啊？当祖宗的待遇再怎么也该轮到他了。江峰揉了揉有些发疼的膈肌窝，他忽然蹲下身子笑了起来。满月是吧？我现在就带你去找爸爸。不等满月从懵逼状态回转，就被他抱起来送进了附近的派出所。接待的民警是个20多岁的小哥哥，见这一大一小，还以为是兄妹遇见什么困难了，连忙将人领了进来。江峰不想多废话，把孩子往民警身边一推，这孩子走丢找不到爸爸了，麻烦你们帮着找找。民警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登记了下满月的信息。结束后，江峰抬脚要走，身后的满月立马反应过来，抱住他的腿坐在地上，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，大喊着爸爸。开水壶的声音有些惊天动地，江峰被绊住，一瞬间所有的视线都被吸引了过来。你先别走！接待的民警立马就拦在了他身前，一脸怀疑的看着他，这孩子跟你什么关系？江峰手插在衣服兜里，这会也烦躁的厉害。我不认识。民警一个你觉得我会信吗的眼神看过来，严肃道：你也跟我过来登个记。面对民警那怀疑的眼神，以及坐在地上的满月，立马就不哭了，还仰着头眼巴巴的看着他。江峰觉得好笑，这孩子肯定是故意的。男警察抬头看了江峰一眼，看你身上这身校服应该是附近的学生吧？江峰没说话，但在对面民警的眼里明显是心虚了，于是换了副还算温和的神情望着满月道：小朋友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满月扯住了江峰的校服一角，认认真真说道：这是我爸爸，他想丢了我。好家伙，还是个抛弃亲生孩子的，幸好把人留下来了。民警鄙视的目光看向江峰，还能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毛都没长齐呢，就搞出个3岁孩子，现在不敢承认，还想遗弃？呸！这种男的真给他们男人丢脸。他严肃问道：孩子妈妈在哪？今年多大了？面对警察那看畜生的眼神，江峰气得胸口发闷，他抬手就把孩子捞进了怀里。这我妹，刚都是闹着玩的。紧接着江峰就黑着脸从派出所出来了，拎起满月的后脖领子放到了一边的长椅上。你这小鬼，怎么连自己的爸爸是谁都认不出来？满月黑黝黝的眼睛盯着他，伸出胳膊指着他，极其认真道：就是你，江峰，我爸爸。闻言，江峰有些烦躁地抓了抓后脑勺的头发。行，做个鉴定就什么都清楚了。说完，他拿出手机打了辆车，打算先回家把约好的父子局比完再说。10分钟后，出租车也到了。这期间，满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从刚才开始就比较安静。江峰给满月整理了下衣服，上车后报了个地址，再去看满月时已经趴在他肩膀上睡着了。他这具身体从造出来就没休息过，此刻已经到了极限。江峰恶作剧的想把他晃醒，可却失败了。不会晕过去了吧？他试探地拍了拍满月的脸，别装死啊！然而满月没有丝毫动静，脑袋也随着晃动歪到了一边。见此，江峰立马不淡定了：司机，快掉头去医院！谁料司机从后视镜看了眼，淡定道：小伙子，你妹妹这是睡着了吧？闻言，江峰手指放在他鼻子下探了探，呼吸匀称，小脸红润。江峰一脸无语。司机大叔呵呵一笑：小孩子基本都这样，走哪睡哪。这是你妹妹吧？你们长得真像，哪里像了？江峰心里烦躁，很快一路到了家。他刚付完车费，满月也醒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刚刚怎么就睡过去了。不过睡这一觉还不错，现在浑身都有劲了，还想拆点东西，噔噔噔的就要朝着小区里面跑。刚下车的江峰看见后脑门一跳，伸手把人拦腰抱了起来，生怕他再出啥幺蛾子。这里的房子是他自己名下的，当初为了上学少走几步路买的，平时就只有他一个人住。他父母是联姻，感情也只能说是看得过去，两个人又各自有自己的事业，常年公司家庭两头跑。之前满月都是在他继承家业后好久才投放过去的，所以也没来过这里。满月围着沙发跑了一圈，他这小胳膊小腿的，感觉这客厅空荡的都能给他当小型操场了。这辈子他要求也不高，给他个地方住，不愁吃不愁穿的，让他当一辈子女虫。什么你的我的，他当初给江峰白忙活了几辈子，都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现在江峰可是他血缘上的牛马老爸，老爸的不就是他的？要是他这辈子能活得久一些就更好了。江峰的遗产可是富可敌国呀，想什么美事呢？是不是又饿了？江峰的手在他眼前晃了晃，这小孩怪好笑的。满月回过神来没搭理他，反而手脚并用的爬上沙发，拿起他刚刚放在沙发上的手机，打开外卖软件。江峰伸出脖子稀奇的看着，眉毛一挑，哟，真有本事，还会自己点外卖呢。满月抬眸弱智般看了他一眼，多稀奇啊！江峰觉得好玩，就多看了一会。这一看，不仅看到这小鬼给自己点了披萨，还点了一份饭后甜点。你点这么多能吃完吗？满月把手机还给了他，毫无感情的躺在沙发上，给爸爸吃啊！江峰俯身单膝蹲在他面前，有些讥诮的看着他，你叫我爸爸，那你妈妈是谁？闻言，满月摇头，他的这具身体都是利用系统的特权卡造的，还上哪去安排个妈？小孩看着迷迷糊糊的，什么也问不出来。江峰无所谓的站起身，反正等明天去做亲子鉴定就什么都知道了。他把沙发上的小孩捞起来，眼看着就要到比赛的时间，他不放心把他一个人扔在客厅，所以带着他一起去了电竞室。江峰从外面拉了把椅子放在他身边，让满月坐在那看动画片。做好一切后，熟练的打开电脑，等人进游戏房间。20分钟后，段州那叽叽喳喳的声音就传了出来：冯哥来了，今天咱们一定要给2班那几个一个教训。冯哥，一会你还打野，3局2胜咱们必赢。江峰淡定的
表示赶紧开始，这种局对他来说还是没压力的。很快游戏便进入选英雄人物阶段，江逢率先锁定了打野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的门铃突然响了起来，紧接着一个外卖电话打了进来。看满月还在乖乖的看电视，江逢摘下耳机就走去外面拿外卖。谁料他刚出房间，满月滴溜溜的眼睛就看了过来，确认江逢走出去后，他从自己的位置爬到江逢的座椅，随后鼠标轻轻一点，把江逢锁定的打野直接给取消掉。紧接着看着自己喜欢的那个辅助小鹿，稚嫩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邪恶的笑容，瞬间耳机里爆发出一阵不可思议的叫声：什么鬼啊！冯哥，你抢我辅助位就算了，怎么还选个傻狍子？我不会打野啊！等江逢终于拿着外卖回来时，游戏已经进入了对局。进来就看见那小小一团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手指在键盘上胡乱的敲着，旁边还放着喜羊羊动漫，耳机里面持续传来段周崩溃的声音。江逢瞬间脸黑了，把外卖放下，直接走上前把满月抱到旁边的座位上。满月不满的扭了扭黑黝黝的眼睛，直勾勾的盯着屏幕，显然想接着玩。江逢直接威胁他，再不乖就把他送给灰太狼煮了吃。等他接手游戏看清后，脸又黑了。满月不仅没买辅助装，还带了个斩杀，对面更是毫不客气的嘲讽。开局5分钟，他们就已经明显处于劣势。江逢重新出了装备，但即使意识再好，英雄上限在那里，两个队友玩的都是不擅长的位置，最后还是输了。好在赌局是3局2胜，不然只能给2班那帮孙子叫爹了。在江逢使出浑身解数终于拿下赌局后，看了看外面漆黑的夜晚，连忙抱起旁边还在看动画片的满月回房间。今天早点睡，明天带你去医院。第二天江逢早早的就起来了，但满月还没睡够，又叫不醒。江逢就把他装进了自己的外套里，去了他比较信任的私人医院。这家医院是他堂哥江回自己开的，两个人平时来往较多，关系不错，刚好这也能做血缘鉴定。小冯，你这一大早的什么情况？办公室里，江回对于江逢的突然造访还是有些诧异，看到江逢拉开了外套的拉链，露出里面那软软小小的一团，更惊讶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江逢没说话，把熟睡的满月放在旁边的沙发上。江回还没从这从未发生过的状况中回过神，在看清沙发上睡着的小孩样子后，立马呆了。这跟你长这么像，你闺女啊？一个两个都这么说。江逢无语住了，什么眼神？我才18岁，还是个处男，哪来这么大女儿？说完，江逢就说出了今天的目的，你帮我给他做一下亲子鉴定，我怕是那两个人谁的私生女，他父母的感情不深，联姻前身边都有各自的情人，强强联合也不过为了利益，但这样的心照不宣下是有底线的。江逢是唯一的继承人，他们之间绝对不能搞出私生子，如果满月真是他们谁的，另一个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江回知道他的家里情况，当即取了样本就去做检测了，整个流程都是由江回亲自操作。然而等结果出来后，竟真的显示满月是他的亲生女儿。江逢把那份报告扔在桌子上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她怎么就是我亲生女儿啊？说完他又把报告拿起来看了一遍，你别是拿错了样本。江回说道，你觉得我会在这种事情上那么马虎吗？刚开始看到这个结果时，他自己也被吓了一跳，想当年他这个年纪的时候，纯情到早恋，最多也就牵个手，对视一眼都脸红。反观自己的小堂弟，表面对女孩没兴趣，只跟男孩玩，实际孩子都3岁了。江回看了眼沙发上正认真看动漫的满月，意味深长地搭上了他的肩膀，感叹道，你小子藏得真够深啊，现在的孩子就是比我们那个时候胆子大。那孩子妈妈是谁？怎么没一起来？不会也跟你一样是个刚成年的小屁孩吧？要是再小点，那可是真行啊！你问我，我问谁？江逢烦躁地打断他，眼睛直直地盯着那张纸，仿佛要把上面的数值烧出一个洞。他再次问道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有没有可能是机器出了问题？江回见他一副不死心的样子，说道，行，你要是非这么说的话，我再帮你重做一次。江逢偏头看向沙发上的满月，小孩此刻正懒洋洋地半靠在沙发上，看着动画片，手里还抱着一袋薯片，吃的咔咔响，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里天真又干净。满月当然知道江逢在看他，也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只是装作没发现。他只要想到江逢发现自己一个男的忽然喜当爹，他就忍不住发笑。他之前在他身上栽得那么惨，现在找回点场子而已，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离合并不相同。满月笑弯了眼睛，小腿轻轻地来回晃啊晃，而江逢则是咬着牙做，现在就做。他真就不信了，他还能无性繁殖？在将回去重新鉴定的这段时间，他想了无数遍自己从小到大接触的雌性生物，老的少的，猫啊狗的。他发现自己近距离接触过的女性，除了妈妈和小姨，就只剩下家里的保姆了，而唯一抱过的其他雌性，也只有隔壁旺财。不过这么说也不对，因为旺财还是被绝育的母猫，别说物种不同，就算旺财真成了精，能让他们跨过生殖隔离，那也不具备这个功能啊。所以这孩子怎么可能是他女儿？一定是江回搞错了，对的，一定是这样。可现实还是又一遍狠狠打了他的脸。半晌后，他看着报告上那最后为妇女的结果，脑海里全是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江逢迷茫了，有些颓然地坐在窗前，双眼呆滞，开始怀疑起了人生。半个小时后，江逢抱着熟睡的满月坐在出租车上，心不在焉的一路出神。他实在想不明白，事情怎么就这样了？他才18岁啊！晚上7点半，两个人到了家，满月也从江逢的怀里醒了过来，发现此刻又到了饭点时刻，他的嘴巴又想工作了。他扯了扯江逢的小手指，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。爸爸，我们今天在家吃吗？听见满月在叫他，江逢下意识的脑仁疼，他感觉这个世界太奇妙了，自己好像跨过了一段时空，一瞬间就从一个青春正好的少年变成了肩扛重任的老父亲。是他失忆了吗？他其实已经30岁了，只不过忘记了这些年来的过往，让记忆停留在了18岁，要不然他怎么会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呢？满月头微微歪着，用一双无比天真的眼睛看着他，似乎有些理解他眼神中的无奈。在青春正好的时候突然多了个女儿，一时之间肯定难以接受。他怜悯并深感同情，且宽容大方地愿意给他时间去接受。不过这不是眼下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他饿了。他茫然看着愁眉苦脸的江逢，
冯：“爸爸，我们吃什么？现在就给做。”江冯木木的答应着。满月开心极了，抱着江冯递过来的小平板爬上沙发，找了个韩剧，心里美滋滋。可看了一会，厨房里传来一股烧焦的味道。满月走进厨房，抱着他的大腿：“爸爸臭。”江冯正看着屏幕上做蔬菜粥的教程，默不作声的回道：“臭你也得吃，上一边玩去。”他为了当个好爸爸，辛辛苦苦的学做饭，这小鬼竟然敢嫌弃他。1个小时后，江冯带着自己的成品走了出来，一共2盘，颜色是乌漆麻黑的，味道也是带着糊味。他又去厨房盛了2碗绿色的液体出来，据说那是蔬菜粥。一桌子东西，也就唯有那2个煎蛋看起来能吃。满月看了眼，说了句我不吃了，就往房间里跑。可在半路又被江冯揪住他的后脖领子，往餐桌旁边走。小孩子怎么能不吃晚饭呢？到了餐桌，满月眼巴巴地看着江冯，把1碗绿油油的粥放到面前。粥碗上热气腾腾，从中飘出墨绿色的小怪物，冲着他桀桀怪笑着。满月大大的眼睛一颤一颤，爸爸有毒啊！随后他看着江冯当着他的面端起粥猛喝一口，然后石化在原地不动了。满月拖着下巴数着数，半分钟后依然没有咽下去。满月晃着腿托腮看他，说出的话却冰冷无情：“爸爸，你被毒死后，遗产能留给我吗？”江冯飞速冲向洗手间呕吐。10分钟后，他出门拿了外卖，然后一一摆放在餐桌上，随后走去客厅招呼满月吃饭。而满月此时正在沙发上看韩剧，剧情正进行到男女主的吻戏，所以江冯过来叫满月吃饭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少儿不宜的画面。啪的一声，江冯就把电脑合上了，黑脸看着一脸茫然的满月：“小小年纪，这是你该看的东西吗？”满月叼着棒棒糖，一双清澈的大眼睛就那么看着他，仿佛在说：“我什么都不懂，你不要乱说。”江冯眯起眼睛，伸手就把小孩拎了起来。满月懒得挣扎，像条死鱼一样被他拎到了餐桌上，然后听他严肃说道：“你这个年纪该看的是动画片，以后不许看这种教坏小孩子的电视剧，快吃饭。”满月爬上了椅子，默默拿起碗里的小勺子，吃得毫无负担。而江冯坐在对面却毫无胃口，只是面无表情地低头看着手机。他在看养娃攻略，就比如孩子的洗澡水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，温度最好在38摄氏度与40摄氏度之间。于是江冯这个新手爸爸还特意拿了温度计去量了一下，这才叫满月进来洗澡。等满月舒舒服服地洗完后，江冯走过去抱她坐在凳子上，一手吹风机，一手在脑袋上乱抓着。满月感觉自己的头发糊满了脸，气呼呼地伸手想抓住吹风机：“我自己吹，别动。”江冯放轻了力道，吹干后他又抱起满月放在了床上，还贴心地盖好了被子，头都蒙上了。可他刚躺下来，小孩忽然扒起他的脸：“爸爸，我想喝睡前牛奶。”江冯眼睛一睁，咬牙道：“你看我像睡前牛奶吗？”满月瘪了瘪小嘴。江冯又拖着有些疲惫的身体去给他热牛奶。系统感觉男主的父爱都溢出来了，热好后他端给小孩，满月喝了2口就直接躺下。见此，江冯眼睛都瞪圆了：“这就不喝了。”满月装没听到，闭上眼睛安详地睡了过去。江冯呼哧带喘地走了一圈，认命地躺在床上。他做了个梦，梦见所有人都知道他有了女儿，却因为不知道妈妈是谁，那些人无一不在指责着他不负责任，朋友不跟他来往了，亲人跟他断绝关系了。他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，可养女儿重担却落在了他身上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直到第2天醒来时，他才知道这个重担是啥。睁开眼睛，就看见满月像只猫一样，整个人都睡在了他的胸口，让他有些呼吸困难。他叹了一口气，抓住他后背的 T 恤提起来，放到了一边睡。明明他的床很大，就算睡2个成年人呈大字形都不会挤，而满月这么点一个小豆丁，就那么一夜睡在了他身上，搞得他还做了噩梦。江冯活动了下有些酸楚的身体，下床洗漱了。满月是被工人装修的声音吵醒的，起床后他拉了把椅子去洗手间洗漱，然后溜达了2圈，看了看工人师傅的安装进程，然后躺到客厅沙发上，双眼无神的跟系统聊天：“宿主，你不觉得每天这样吃了睡睡了吃的生活很堕落吗？”满月摇摇头。系统又开始跟他回忆往昔并肩作战的日子，试图挽回他的热情。他记得刚开始绑定满月的时候，她还是那种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女孩子，为了活下去尽心尽力的去攻略江冯，即使受尽委屈也绝不认输。而现在，满月翘着小脚丫，懒懒地窝在沙发上，听系统说那些没用的废话。江冯当了几辈子的大爷，我当一回怎么了？还有，我们之间那不叫并肩作战，你除了说些鼓励我谈恋爱的废话，还能做什么？你有外挂吗？有什么特殊能力吗？你就是系统界的败类，只知道吸宿主血的蛀虫。系统自闭了。听到他又一次宕机的声音，满月从沙发上爬了起来，发现原本空荡荡的卧室变得温馨起来。他在床上滚了2圈，一看时间都下午2点了。江冯给安装工人结了账，刚想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，就看见小孩噔噔噔的从卧室里走出来。江冯问道：“待会想吃什么？”满月看了他一眼，然后自己搬着小板凳去冰箱拿吃的。江冯叉腰：“你那什么眼神？”他辛辛苦苦的给他装修房间，忙活了一上午，可这小鬼居然敢瞪他。满月没理会，抱着小蛋糕到餐桌上吃。江冯来气了，走过去把蛋糕抢走，举得高高的。满月爬下椅子去扯他的衣服，让他还给他。江冯不为所动，将蛋糕对准了垃圾桶的方向，清了清嗓子：“快跟爸爸道歉，网上说了，叛逆的小孩不能惯着。”满月站在原地，黑洞洞的眼睛紧盯着他。僵持一阵后，江冯感觉莫名有些杀气，随后想了想，还是算了，还给你就是了。可他刚要放下，手上的蛋糕一个没拿稳，手臂一晃，一下子就糊在了满月的脸上。空气静了几秒，动画片上说，熊就要有个熊样，那么孩子就要有个孩子样。然后满月就张嘴了，下一刻，整间屋子都爆发出了小孩尖锐的哭声。呜，你别哭了。江冯火气一瞬间就灭了，有些手忙脚乱的抽出纸巾去给他擦，可越擦越乱，最后奶油均匀的涂满了脸。满月哭得更厉害了。江冯轻咳2声，看着自己的杰作沉声2秒，然后果断掏出手机拍了2张照片。接
接着第6期小孩就冲进了浴室，甚至还在浴室里一边说他麻烦，一边嘲笑他。满月握紧小粉拳，十分生气，但他现在也只能心里默念：亲爹，那是喂他吃饭的牛，供他躺平的马，不气不气。卧室的椅子上，满月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坐着，江逢熟练的拿着吹风机，父女2人又恢复了短暂的和平。看着眼前的小东西翘着2郎腿，晃着小脚丫，好不惬意的样子，江逢咬咬牙，决定把他送到幼儿园去，毕竟自己还得去上学。况且兄弟段周发消息说，由于自己这几天逃课，班主任放了狠话，要是再不去学校，以后都不用去了。但是他发现这当中一个最棘手的问题，满月没有户口。想到这他就更烦躁了，甚至有些抑制不住的在心中骂了句脏话。于是他给江回打去了电话，问他能不能帮忙带2天孩子。江回那边刚从手术室出来，一听这话连忙问怎么回事。江逢把情况跟他说了一遍，包括不限于老万让他回学校，他给满月找幼儿园却没户口的事，主要是他有点乱，他想偷闲1天。江回了解江逢的性格，发生了这样的事，他表面冷静，胸有成竹，可实际上内心肯定慌乱无措。于是他给他出了主意。江回又耐心叮嘱了几句后挂了电话。江逢看着满月叹了口气，满月咬着棒棒糖棍子，我不想上幼儿园，他只想吃饭睡觉。江逢冷哼，你现在是黑户，想上都上不了。满月双手举过头顶，太好了，爸爸，我们去买小布丁庆祝吧。小孩子的眼神过于纯洁，或许他连黑户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只单纯为了不用去上学而欢呼。冰箱里还有很多没吃完呢。江逢把他抱了起来，送到他自己的小房间。第2天，江逢又是不出意外的起了个大早，他带着满月到了江回那。江回彼时也是刚起床，身上那身睡衣还没来得及换，见到堂哥开门，江逢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提着个袋子，不由分说的把孩子往他怀里一放。今天麻烦你帮忙看一下他了，我晚上来接他，这里面是他用的洗漱用品和平板，还有他要是不听话，你好好说，别像带弟弟那样动手。江回倚在门边打了个哈欠，我是那种人吗？你交给我放心吧。得到应允后，江逢二话不说就走了。头一回觉得上学真好。江回关了门，看着怀里还有些睡眼惺忪的小孩，今天由伯伯来陪你，你吃早饭了吗？饿不饿？闻言，满月从自己巴掌大的小挎包里掏出一小袋饼干，吃了这个。见此，江回有些一言难尽的摇了摇头，一定是你爸爸今天太着急了，没来得及给你买早餐，等着，伯伯这就让人送早饭过来。江回这人满月是不太了解的，在之前的几次也没见过，听说是因为女朋友跟他在一起6年，出轨5年半，这家伙受不了刺激，一气之下出国了。说起来也是个绿油油的怨种。另一边，江逢准时到了学校，刚到学校就被班主任带走教训了一顿，一直挨到了早自习下课铃声响起，江逢才回到教室。段周在旁边碰了碰他的胳膊，晚上全场那边有场比赛，是审四的。江逢手上动作微微一顿，那就去呗。上课铃声响起，江逢趴在教室的桌子上，有些心不在焉。江回没有给他发消息，也没一个电话，他有些担心小孩一个人在其他地方会不习惯，会不会突然想爸爸哭鼻子。这么想着，连老师叫他都没听见。殊不知满月在江回的家里有多美滋滋，不仅吃喝玩乐样样齐全，他还见到了那个绿了江回5年半的女朋友。江回叫他逐月，见到他的瞬间嘴角都咧到了耳后根，被迷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。满月抬头看了他们一眼，就继续玩自己的拼图。江回接过了逐月手里拎的点心袋子，两人腻歪的抱了会儿，抬头就看见客厅里正在拼图的小孩。逐月盯着满月问：这是？那是我侄女，今天帮忙带1天。原来是侄女。逐月笑着从袋子里拿出一份点心，走到满月身边蹲下，阿姨买了很好吃的蛋糕，你要不要尝尝？满月黑漆漆的眸子盯着他没说话，他轻轻把东西放下，伸手去摸他的头发，却被满月偏头躲开了。逐月脸上的笑容一僵，江回端着一杯刚倒好的水回来，见状过来温声安慰他：小孩不爱说话，你别介意。怎么会呢？说完，逐月掖了掖耳后的头发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好。等人走远后，江回蹲在满月身前认真说道：满月，她是你未来伯母，不许这么没礼貌。满月摸了摸自己的羊角，便站起身，将手里一块拼图遮在他的眼睛上，睁眼瞎，绿帽子侠。随后满月穿着小裙子噔噔噔的跑走了。江回生怕他摔了，目送着他去了洗手间的方向，这才驻足。满月停在了洗手间门外，还没进去就听见了逐月在里面打电话。刚刚温柔又大方的人，此时竟变得弱小娇嗔起来。宝宝，你再等等，开店的钱我来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让江回出了。你放心，我跟他说过了，不结婚是绝对不能发生关系的。我说过这辈子只让你一个人碰，那我们晚上见。接着洗手间里响起一阵窸窣的流水声，5分钟后门打开了，逐月开门的动作一顿，看见了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的小孩，此刻正用一双滴溜溜的大眼睛迷茫看着他，不自觉就慌乱一瞬。他蹲下来露出一个自认为十分温柔的笑。满月是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刚在外面有听见阿姨说话吗？满月没吭声，走过他的身边就进了洗手间，关门反锁，一气呵成。门外的逐月看着洗手间，眼神渐渐凉了下来。10分钟后，满月从洗手间出来了，而逐月已然离开，不知道是心虚了还是着急去见情人。江回坐在沙发上揉了揉眉心，看见走过来继续玩拼图的满月，叹息一声：满月，刚刚那位是伯伯的女朋友，下次见了她不能这么没礼貌了，知道吗？你让她对谁礼貌？身后的门没关，来接孩子的江逢直接走了进来，结果刚进来就听见江回正在说叫他闺女，心里有些莫名吃味。江回知道江逢的驴脾气，起身耐心的跟他解释，包括满月把他女朋友气跑了的事。江逢嗤笑一声：你的女朋友是宝，我家小鬼就不是宝了，一句话没说都能把人气跑，指不定是什么把柄落在我家小孩手里。江回严肃的打断他：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也不要乱说，逐月是很好的姑娘，那个女人是堂哥的初恋。江逢知道，也自知刚刚的话有些冲了，抬手摸了摸鼻子：我随便说的。满月彼时已经收拾好了东西，走到江逢身边抱住了他的腿，仰头问道：爸爸，什么是宝宝？江逢一手拎起东西，另一只手把小孩抱了起来：你勉强算是我的宝宝。见此，奶娃满脸疑惑的询问爸爸：
大伯的女朋友为啥要和宝宝深入交流啊？我也是你的宝宝，那咱俩也需要吗？小孩子的童言无忌让人心里一咯噔。江逢满脸通红的朝堂哥看去，哥，你女朋友的男朋友要给她下面吃了。江回面色紧绷着，我们在一起3年了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闻言，江逢轻笑2声，他也不想管别人的感情闲事，即使那人是他哥，也可能是小鬼听错了。我先走了。他抱着孩子回了家，吃完饭后迫不及待的就想哄小孩早点睡。他今天晚上要去地下拳场。满月察觉到江逢想要抛下他自己出去了，一把抓住他的裤脚，爸爸，我也要去玩。江逢无语了，不行，小孩子家的，赶紧回屋睡觉去。小孩好奇心是强烈的，更别提是长了100斤反骨的满月，他越不让去，他就越想去。他抱住江逢的腿不松手了，江逢走到哪他就跟到哪。江逢被缠得不耐烦，薅着小孩的后衣领子就想强硬的塞房间里去，谁料满月双手抱住他的手臂，小嘴微微一张。见此，江逢脑门一跳，不是，你等等。下一秒，一整个开水壶沸腾的声音响彻整个别墅。小孩的绝活他一向招架不住，行，我带你去。哭声瞬间消失了，满月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，拍着巴掌围着他跑了一圈。那爸爸，我们要去哪玩？江逢无语的单手将他夹起。地下拳场，满月心里登时慢跳了一拍，伸出去薅江逢腋毛的手也停住了。他突然想起这个世界还有个叫女主的东西。地下拳场，这是江逢跟白月光沈芝芝第一次见面的地方，也是他在第2次任务时丢命的地方。原世界的故事线本是女主与竹马之间情深不寿，然后竹马身患绝症不治身亡，伤心欲绝的女主和没爹妈爱的江逢一起互相救赎。故事的尾声自然是大家爱看的童话式结尾，可问题也就出在这个结尾了。在男女主婚礼前夕，那出场就凉的竹马竟然活了，直接从国外飞奔回来，上演了一出抢婚大戏。更离谱的是，女主从摇摆不定到果断逃婚，只用了仅仅不到2分半，而满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被女主召唤过来的攻略者。他要帮助女主摆脱男主的纠缠，并攻略江逢，从而代替沈芝芝的女主位置。这么做的原因有2点，一是要维持这个世界的正常运行，二是为了满月自己能活下去。男主的好感度是可以转化为生命能量的。满月原本干劲十足，可整整试了3次后竟然全失败了。关键这失败的原因还全是自己的后台沈芝芝。当初召唤自己来攻略的人是他，后面以白月光身份徘徊在2个男人之间，破坏他任务的人还是他。此刻的地下拳场内，满月坐在观众席上吃着薯片，旁边坐着的是江逢和段周。冯哥，沈思那小子真是疯了，我都说了他妹妹我们会帮忙赎出来，根本无需参加这场要命的拳赛，可这小子竟然私下跟馆长签了合约。气愤的段周说完又看了眼满月，冯哥，你怎么到哪都带着你妹啊？他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。去后台，江逢抱起小孩就往后台走，段周连忙拿起东西在后面跟着。沈四是沈家的少爷，也是跟江逢段周玩得很好的兄弟，只是沈家一夕破产，父母受不了刺激，接连选择自杀，无情的将所有烂摊子留给了一双儿女。沈四的妹妹沈芝芝就是作为债务的偿还品，被债主绑来了这里。此刻后台不出意料的爆发了争吵，一个不让参加比赛，违约金他给，另一个非要参加，要一命换一命的救妹妹。最终以江逢妥协，替沈四参加这场拳赛结束。江逢转过头蹲在满月身前，一会你跟段周叔叔在这里等着，晚点我再过来接你。满月坐在小凳子上茫然地望着他，江逢心头微微一抽，莫名想起他已经当爸爸了，面前这个小孩是他的牵绊和责任。再去看待这场比赛时，他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觉。满月包了一个棒棒糖送到他嘴边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江逢嫌弃的伸手把棒棒糖塞进小孩嘴里，很快回来带你吃夜宵。满月的嘴巴里甜滋滋的，叼着棒棒糖毫不担心。男主嘛，打架装逼都是标配。段周拿着平板朝满月走了过来，妹妹不怕吗？满月摇了摇头，他都来这了，还怕什么？见此，段周拉了把椅子坐到他身边，将现场比赛的画面调了出来。场上的江逢已经带上了装备，他的对手正如剧情所对应的，是个壮实的凶狠大汉。对于这一个临时更换的对手目露杀气，江逢依旧是那副无所谓的样子，漠不关心的随意活动了下脖子。比赛正式拉开序幕，四周登时涌来一片欢呼与呐喊。后台的段周已经紧张到抖腿了，满月忍不住提醒：“你能踩你的凳子抖吗？”闻言，段周满脸尴尬：“给你个机会认输，我留你一命。”台上的比赛进行的激烈，江逢冷不丁的听到这样一句话，差点气笑了，眼神森冷的给他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。要知道这个拳赛都是签过生死状的，逮到一个比自己弱的就往死里打很正常。眼前这个大汉一看就是动了歪心思。然而江逢毫不畏惧，满月托着腮看着赛场上气势凌厉的江逢，与平常的痞气有一种很强的割裂感。不论现在还是未来，江逢都热衷于从赛场上找到那种热血沸腾的刺激感。不要命的打法，不出意外的他赢了。仅仅用了5分钟，四周爆发出一阵尖锐的呐喊声，从台下逐渐飘到了后台。段周手舞足蹈地喊出了声。打开后台的门，江逢已经进来了。少年眼底还带着没完全散去的战意，嘴角挂着淤青却不失朝气。逢哥，刚刚在台上真是太帅了，那家伙后面还想偷袭，就得揍他。江逢抬手看了眼腕表，没理会段周，弯腰一把将满月抱了起来。我家小孩要睡觉了，回家。满月打了个哈欠，倒在江逢的肩膀上。段周从外面追出来，逢哥，明天是周末，你急什么？你不见阿四吗？江逢脚步不停，跟沈四说下不为例。江逢是生气了的，帮打这场拳赛，他仁至义尽。他抱着孩子出门，一道冷风灌了过来。江逢停住，用自己的外套把满月包裹上，正要继续走，就被一道娇小的身影拦在了身前。是你救了我吗？江逢驻足，莫名有些被挡路的烦躁。他抬眸看着面前这个有些形容狼狈的女孩。沈芝芝被关了好多天，这会儿形象的确不好，但在看到江逢那有些熟悉的眉眼时，当即一怔，而后刹那间红了眼眶。文景哥，伴随着颤抖的声音，是伸出触摸江逢面颊的手。江逢淡定后退一步，有些被认错的不耐。你认错人了。说完，江逢绕开他准备离去，可下一秒沈芝芝竟直接从后面死死地抱住了他。
文景哥，你别走！倒在江逢肩膀上睡着的满月，忽然被一股大力挤压醒，睁眼就看到沈芝芝死死抱着江逢不松手，嘴巴里还念着他竹马的名字文景哥。他被夹在中间挤压得十分难受。江逢抱着孩子，一只手不方便推开他。段周以及刚刚赶出来的沈四连忙过来帮忙。一片混乱中，不知道是谁掐了满月一把，下一秒就仰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够了！江逢见满月哭了，忍不住发火，直接用出全力将沈芝芝推开，随后连忙轻拍满月后背。等小孩的哭声渐渐平息后，急忙撸起满月的袖子，一大块青紫映入眼帘。满月泪眼婆娑地哼唧着：“爸爸，我好疼。”闻言，江逢的脸立马阴沉下来。沈四，管好你妹妹！在从地下全场回家后，江逢把满月放在他自己的床上，然后去拿医药箱了。等他再次回来时，小家伙已经睡死过去，显然是累得不轻。见此，江逢拿着医药箱轻手轻脚的去了自己的卧室。满月一直睡到了后半夜，迷糊的醒来，感觉胳膊的淤青疼，还有点口渴。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矿泉水，然后去江逢房间让他帮忙拧开。江逢的卧室里床头灯光还亮着，满月伸手推了推他的胳膊：“爸爸，我渴。”谁料江逢没有任何反应。满月想去堵他的鼻子让他醒来，可在触摸到的那一刻瞬间缩回了手，好烫！江逢发烧了，满月也不想喝水了，噔噔噔的跑去打开了卧室的灯。江逢的身上泛着不正常的红，额间渗出细密的汗珠。满月没想到晚上还生龙活虎打拳赛的江逢，此刻竟一下子就病了。出于人道主义的翻找着被他放起来的药箱，竟然放得还挺高。满月咬了咬牙，踩着凳子上了桌子，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药箱拿下来，随后又吭哧吭哧的爬下来，找出体温计给江逢量了个温度，39度，还有点高。不过好在他对照顾生病的江逢很是得心应手，毕竟有着3辈子的经验。想着想着，满月莫名就觉得又气又委屈，给他贴了退烧贴，为了退烧药又用水给他擦拭身体。他搬不动江逢，就只能露哪擦呢？他还是太小了。等他忙活完，已经累得一点劲都没有了，也不管江逢如何光着，给他盖了一张毯子后，就躺在江逢的另一边睡死过去。第二天江逢醒来时，只感觉头痛欲裂，喉咙里也像是在着火。他摸了摸还贴着退烧贴的额头，浑身酸痛的爬起身，却猛然感觉下身一凉。他羞耻感爆棚的掀开身上的毯子，还好全身上下还有一条小内内。环视一圈后，看见了桌子上的药箱以及睡在旁边被他吵醒的满月，江逢差点就叫了出声。后面反应过来，这是个屁事不懂的小屁孩，他慌什么？满月从床上爬了起来，然后拿起桌子上的温度计递了过去，再量一下吧。江逢视线下移，落到那只小肉手上。昨天是你照顾我的。满月趴在床边，歪着小脑袋点了点头。那我的裤子？满月再次点头。见此，江逢心头升起一阵浓烈的复杂情绪，想了好半天才开口道：“女孩子不能脱男孩子的衣服。”闻言，满月毫无波澜地怼了回去：“我再帮你退烧。”江逢无言以对，拿过了温度计。他这么小就会照顾病人了，这是之前生活的多苦，才能让他这么小就懂这么多。一阵心酸感刹那间涌起。这时他瞧见桌子上被拆开的药盒，是退烧药和消炎药。哟，你还认识字呢？满月冷冷回了句：“猜的。”江逢无语住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喂错了怎么办？没有想过。好家伙，感情他这吃对药还是运气好。他的烧退了，却还是有些反复。一大一小简单洗漱了一下，早饭就送过来了。他朝着客厅喊满月吃饭。等他将碗筷都准备好时，满月已经噔噔噔地跑到了餐桌边，拿着勺子小口小口地喝着甜粥。江逢生着病，这会胃口有些不好。满月边吃边向江逢要求道：“爸爸，你能给我买个手机吗？”江逢满脸疑惑：“你要手机做什么？”满月一本正经地想了想：“这样你生病我就可以给你叫救护车了。”见此，江逢有点小感动，买配置最高最贵的。紧接着江逢便去厨房洗完碗，出来时感觉自己又有点发烧。今天是周6，他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假期。想了想，江逢下定了决心，去卧室里面换好衣服，戴好口罩，一手抱起满月就出了门。满月感觉到他身上又升起来的温度，就没挣扎，可能是要去医院挂水吧。1个小时后，出租车停到了一处中式庄园门前，这里是江逢父母住的地方。保安见到是江逢，怀里还抱着一个跟他长得这么像的孩子，当时吓了一大跳，这是要出大事啊！江逢进了门，直接坐上代步车。我爸妈他们在吗？陪同的管家听到问话，立马回应：先生太太要下午才回来，不过家宴的菜正在准备了。江家夫妻不是什么恩爱的人，他们之间唯一的纽带就是江逢和那张证，所以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家庭聚餐。这个月的就是今天，江逢习惯了，也无所谓了。他今天回来，一是因为聚餐，二就是满月了。江回说的对，他现在不够强大，很多事情还要父母帮忙。无论如何，他得先让满月有光明正大的身份。到了地方，江逢轻车熟路的进了门，厨房有保姆阿姨在忙，准备今天家宴的菜。李姨是江家常年的住家阿姨，见江逢回来也是欣喜的不行，可看到满月时却充满了疑惑。这小孩是？江逢把小孩放在沙发上回了句：我女儿，麻烦帮忙给她准备点水果零食，顺便看着点她，我上去睡会。李姨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不确定的又问：小逢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江逢这会很不舒服，右手捏着鼻梁闭上了眼睛。李姨见状也不好多问了，让他赶紧回房休息，随后拿着零食蹲坐在满月身前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跟刚刚那位哥哥是什么关系啊？江逢，我爸爸。如果说刚刚他还抱着是江逢恶作剧的心态，那么在小女孩说完后，他三观都碎掉了。冷静下来后，连忙给先生太太报信。等江逢睡醒下楼时，发现父母都回来了，两夫妻就在沙发上这么一左一右的坐着。满月悠然靠在中间看动漫，小脚丫悠闲的晃悠着，整个客厅气氛降到了冰点。江少宗和齐豫都不说话，眼神偷偷观察着中间的漂亮小姑娘，长得简直跟他们儿子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他们在公司接到李姨的电话后，第一时间就抛下所有工作赶了回来。刚一进门就见一个小姑娘乖巧的坐着，见他们回来还十分有礼貌的问好，只是那句爷爷奶奶确实是给他们吓得不轻。他们机械的应着，儿子上个月才满18岁，他们怎么就当上爷爷奶奶了？但一观这长相，就由不得他们信不信了。江逢从楼上走下来，跟他们阴阳怪
坏气的打招呼：“稀奇啊，两个大忙人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？看样子公司的事都忙完了。”江逢最先爆发的是他的暴躁老妈，他吼完以后又看了眼旁边的满月，立马又放轻了声音质问道：“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江逢无所谓的捏了捏满月的羊角，便说：“李姨没跟你们说吗？这我闺女做过亲子鉴定了，亲生的那种，你还有脸说孩子妈妈是谁？什么时候的事？”谁料江逢只是摇了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闻言，齐豫彻底火了，从沙发上蹭地站了起来，然后目光左右看着，去找身边的趁手工具，实在没有，端起茶几上的果盘就要扔过去，关键时刻被江少宗走过去拉住了。他情绪稳定地看向江逢：“你好好说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你的孩子的？”江逢两手一摊：“做了个亲子鉴定啊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好孩子。”江逢嗤笑一声：“我也觉得我是个好孩子，连女人手都没牵过的那种。”一旁的齐豫大声吼道：“没碰过女人，你哪来这么大孩子？石头里蹦出来的，我怎么知道？”江逢脖子一梗，提到这个，他自己也怀疑人生，干脆长腿随意一放。你们也别高高在上的指责我，要非说出个理由，那就是你们遗传的好。你们从小到大教育过我吗？陪过我吗？一年到头陪情人的时间都比我多，一个温柔小秘书，一个懂事小明星，跟我的区别无非就是没搞出个孩子，有什么资格教育我？见状，齐豫立马又暴躁了：“你个混犊子！”江少宗依然淡定拉住他：“好好好，既然这样，那你今天还回来干什么？”提到这个，江逢放低了声：“你们帮他上个户口，你不是不用我们管吗？户口这种事怎么不自己搞定，还要来找我？”江逢站起身冷笑道：“我要是能办，还找你们干什么？反正这事你不帮我，回头我就说这孩子是你的私生女，你看我外公和舅舅能放过你吗？小兔崽子，我打死你！”江少宗也爆了，拿起果盘里的橘子苹果一股脑的扔过去。江逢回头抱起满月就围着客厅躲了一圈：“你们打我也没用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小情人小情夫在哪。”满月坐在江逢的手臂上，手里还拿着一块西瓜，此刻淡定的啃了一口：“这瓜真甜，你别拿孩子当挡箭牌。”齐豫指着他喝道。闻言，江逢拍了拍满月：“行啊，那你们把户口搞定。”见状，齐豫也只能答应：“我们帮你，你赶紧把孩子放下，咱们好好聊聊。”这时满月恰当的打了个哈欠，拉了拉江逢的衣服：“爸爸，肚肚饿了。”很快餐桌上原本一家3口变成了一家4口。江逢转了转餐桌，把满月喜欢的菜停到他面前。见到两人的互动，齐豫和江少宗怒火消了不少。江少宗率先开口：“孩子的户口交给我，上完之后就把孩子留下吧，交给家里阿姨带。”江逢直接拒绝：“用不着别人，我自己能带。”齐豫插嘴道：“你自己还是个孩子，还要上学，你知道怎么带吗？”闻言，江逢冷眼看去，反正比你们当初扔下我不管强。对于这点，两人还是有一点愧疚的，所以态度也软和了下来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李姨过去帮你照顾，她有经验，比一般阿姨靠谱。齐豫说完就和李姨打了声招呼，这点江逢也没反驳。聚餐结束后，江少宗和齐豫都有了些表示，各自给了满月一张银行卡，当然肯定是暂管在江逢的。江逢全都照单全收，些许满意的给了点好脸色，允许他们逗满月完了。一家人难得好好的坐在一起，李姨端着切好的水果过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本保存良好的相册。齐豫好奇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李姨笑着回答：“是昨天齐先生送来的，说是一些老照片，整理东西的时候翻到了，就让人印了一份送过来。”齐言，也就是江逢的舅舅，他和小姨齐卓算是参与江逢童年最多的人了。齐豫接过后，还以为是家里的全家福，结果一翻开，里面露出的却是江逢小时候的脸。一旁的江逢连忙伸手阻拦，齐豫躲开了，声音略微涩然：“我们还没看过你小时候的照片呢。”江逢蹙眉，对于他的话只觉得可笑，却避开了他的目光。齐豫看着他张了张嘴，最后垂下眸将册子放进来满月手里。满月也对江逢小时候充满了好奇，随着满月的小手缓缓翻阅，里面一张张黑历史重现眼前，有哭的、笑的、生气的，还有摔在狗屎上粘牙的。满月忍不住咯咯笑了，笑声吸引江逢看过来，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吃屎黑历史。江逢瞬间恼羞成怒，刚要拍而起，然后下一秒就不省人事了。满月圆溜溜的眼睛有些震惊：“爸爸，这是被我气死了。”等江逢再次醒来时，已经到了医院，医生说是肋骨骨折引起的发烧，显然是江逢一直忍着才出的问题。齐豫从沙发上走了过来，关心道：“小逢，你还疼不疼？怎么受伤了一声不吭呢？”一旁的江少宗插嘴：“你肋骨都断了，是不是又背着我们去打拳了？”闻言，江逢冷眼望去：“我什么时候需要背着你干事情了？”江少宗被怼得哑口无言。这时一道手机铃声响起，他看了眼立马挂断，可对方又不断的打了过来。江逢捏了捏满月小脸蛋：“是哪个情人找你吧？赶紧走。”江少宗一噎，明显是被说中的心虚：“我出去接一下。”小逢。齐豫放轻声：“我知道我们忽略了你，但你也要给我们个补偿的机会。”江逢没回应，吃着满月像狗一样投喂的葡萄。齐豫无奈，想了想还是闭嘴了。江少宗从外面开门进来：“公司那边有点事处理，我先不陪你了。”陪情人就是陪情人，又说这些来诓他。江少宗走的下一秒，齐豫的手机也响了，他在病房接起1分钟后挂断，随后欲言又止。见此情形，江逢冷笑2声：“您随意。”说完便不再搭理齐豫。很快病房里只剩下江逢和满月2人，没有沉寂多久，病房的门就被再次推开，来人正是昨晚抱着江逢发疯的沈芝芝。沈芝芝手里提着食盒，在看到江逢的那一刻眼眶又红了，刚想开口关心，谁料江逢却直接打破了这虐心氛围：“你哪位？”满月看到沈芝芝捏紧了手掌，仿佛下一刻就要碎掉了：“我是沈芝芝，昨天晚上你救了我。”闻言，江逢阴沉着脸说道：“就你昨晚掐我小孩是吧？你误会了。”江逢无情
情打断，所以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的？沈芝芝微微垂手，我哥哥也在这家医院，我来这给他送饭，无意中看到了你。他说完将餐盒放到茶几上，然后端着一杯水走过来，弯腰道歉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你才受伤的，我只是因为拳赛而不是你，别自作多情。此刻江逢已经很烦躁了，可沈芝芝似乎并不在乎他的冷言冷语，那你就当我是在自作多情吧，如果你非要一个理由的话。沈芝芝很认真看着江逢，眼神沉静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我喜欢你，我想留在你身边，无论你怎么对我。江逢嘲讽地看他，喜欢我是因为我像那个文景吧？沈芝芝一怔，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然后为昨天的誓言而懊恼。小鬼，江逢开口，看到那边那根棒球棍没？满月被喊到，从看戏当中回神，正疑惑着，就听到江逢接下来说，拿起来，把这个掐你的女的打出去。闻言，满月面无表情走去拿起了棒球棍，随后在江逢的指挥下，也不知道小小的一团哪来的力气，举起那根棒球棍，在沈芝芝不可置信的眼神中就冲了过去。此刻满月心里桀桀笑着，头上也貌似长出了一对恶魔犄角，打的就是这个既要又要三番五次破坏他任务的女人。沈芝芝懵了，反应过来后连忙往外逃去。满月腿短追不上，把棍子放下，抹了把额头上的汗。沈芝芝是个坚韧的性子，即使头一天江逢都那么对她了，第二天还是坚持不懈的来了。即使江逢再怎么冷脸都不走，还固执的表示必须等他好了才会走。江逢这回已经不挣扎了，闭上眼睛装看不见，就这样一直到了晚上。段周来了，沈芝芝这才想起在另一间病房的老哥匆匆离开。段周对着他离开的方向多看了一眼，你什么时候跟他这么熟了？江逢冷声道，不熟，不认识。段周一副我懂得的表情，随后又说道，我听说全场那位看上他了，而且还跟沈四说只要给他当上妹夫，他们之间的债务就两清了。闻言，江逢淡淡吐出两个字，别管。又这么熬了一天，江逢终于快出院了，而沈芝芝又雷打不动地走了进来，只不过这回是来求助的。江逢坐在床上给满月扎着辫子，并没有搭理他。这时沈芝芝沉静的声音随之传来，我想借钱。江逢给满月顺着毛，注意力全在他后脑勺上，是你借还是你哥借？我。沈芝芝说完，目光炯炯看着他。江逢啊了一声，然后说道，那不借。沈芝芝骤然抬头，为什么？我是你哥的朋友，又不是你的朋友。沈芝芝强忍着羞恼，接着又说道，我可以留在你身边还债。这话有点暗指。江逢这才抬头看他一眼，我是个根正苗红的好学生，不搞这套，想借钱可以让沈四来找我。沈芝芝感觉被羞辱了，强大的自尊心让他有些受不了，转身跑了。半个小时后江回来了，专门推了个轮椅来接江逢出院。江逢满脸黑线的看着他，江回两手一摊，你最好给我做这玩意，不然肯定会有后遗症。江回给他办理了出院手续，江逢最终还是做了。回到家后，李姨准备了一桌子菜。这时江逢问起满月户口的问题，瞧我这记性，已经办好了。说着，李姨就从房间取了个小本本交给江逢。江逢翻开，满月名字前面加了个江姓，江满月。江逢觉得还挺好听的，但在看到关系一栏时还是顿了顿，不知怎么的，他竟已经是个爸爸了。抬头看一眼吃饭正香的小女孩，这回他的心境已然不是上次的难以接受，而是有点莫名安然。江回看了眼，户口办下来了，是要让满月上幼儿园了吗？闻言，满月吃饭不香了，抬头等着江逢的回答。我上学没时间，他一个人跟李姨在家也少了点乐趣，还不如去幼儿园跟同龄孩子玩玩。江回点头，是打算去蔚蓝吗？江逢点头。一旁的满月听后心都死了，爸爸不想上幼儿园。谁料江逢语重心长道，还有5000多天就高考了，你这个年纪不上学怎么睡得着啊？满月无语，你怕是魔鬼吧？吃完饭后，江回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先走了。下午有人送了新的手机和电话手表，是上次江逢答应满月的。看着满月开心的在那摆弄，江逢严肃道，过几天上学带着电话手表，手机只许在家玩。说完给满月的账号转了一些零花钱，有新手机和一点钱应该干嘛？那当然是给游戏账号买全皮肤了。他回到自己的卧室开始报复性的充钱，前几辈子苦哈哈的上班工作，赚的钱全拿去攻略江逢了，这辈子就算是死，也请让他雍容华贵的死吧。客厅里，江逢拿着平板查询着关于满月上学的事项，在注意到某些霸凌事件后莫名有些担心。给满月安排的那个学校虽然出了名的好，但不允许携带保镖，这种事又不是一个学校能说得准的，便只能在网上查看怎么教育内向孩子对霸凌说不。这时弹窗上弹出来沈芝芝的好友验证，他瞅了眼便没再搭理，转头将满月喊了下来。查了半天江逢也没有得到好的答案，于是他便打算直接教满月打架得了，这样应该就不会有人欺负他了。紧接着他抱着满月一本正经道，明天上幼儿园怕不怕？满月眨着清澈的大眼睛，刚想说不怕，但转念一想，自己貌似抓到了一个不上学的好机会。随后他用了1分钟酝酿情绪，然后戏子捧心般扶住了沙发，小眼神里全是恐惧无措。爸爸，宝宝害怕，不要上学。说完就抱着脑袋开始围着沙发转圈装傻，边蹦边摇晃脑袋上的羊角辫，装作被上学逼疯了的模样。江逢见此更加对自己的决定深信不疑，一把将满月拉到身边，盯着他认真道，别怕，老爸教你怎么打架。满月搞不懂他这又是什么操作，江逢让他立正在旁边站好，拿出人体图开始教他怎么利用身体弱点一招制敌。这时满月看着人体图的两腿之间举手问道，这个最大的红圈为啥不讲啊？江逢紧绷着下颌沉默一会，这个部位容易出事。闻言满月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。江逢又养了一段时间后，终于可以回学校了。返校的这天也是满月上幼儿园的日子，他牵着满月一起去了班级。满月上的是小班，他有些闷闷不乐的。江逢看着他生无可恋的样子笑了，在家不是挺能的吗？前几天也教你怎么不被欺负了。满月没理他，
他哪是不敢，是不想好吧？当咸鱼躺平一辈子不好吗？江逢蹲下来，换了个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别扭的语气，乖乖上学，下午我就来接你回家。一旁的老师也笑道，放心吧，满月家长，孩子在我们这不会有问题的，麻烦了，有事打我电话就好。老师笑着应了一声，便哄着满月走了进去。江逢目送着他们离开，准备要出校门的时，他一步三回头，在踏出校门的一瞬间，他还是停住了脚步。不行，他还得回去看看。念头刚起，他又偷偷的跑了回去，找到满月的班级，趴在前门玻璃上寻找起来。很快便看到坐在后排靠窗的满月，小孩趴在座位上，虽然看不到他的脸，但还是感觉很孤僻的样子，也不知道小孩哭了没有。正当他担心着，后门一个小孩伸了个懒腰，一抬头就看见江逢那张趴在玻璃上有些微微变形的脸，瞬间吓得哇呀一下哭了出来。江逢眉头微微一皱，淡然后退两步，前面准备教小朋友做手工的老师看见，急忙走了过去，一眼就看见外面插兜站在走廊看天的江逢。老师有些无奈走出去，满月家长，是还有什么问题忘了说吗？江逢想了想，啊了一声，随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电话手表，麻烦帮我把这个交给满月。老师抬手接过，好的，那还有其他事吗？如此江逢也没其他理由久待，随即又绕了一大圈才回了学校，来的时候已经迟到了。这节是万君如的数学课，段周趴在课桌上偷偷问道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上课之前老万还问我你去哪了呢。闻言江逢往桌子上一趴，送孩子上学去了。段周稀奇，交给司机不就行了？对了，这2天圈子里都在传你爸当爷爷了，连我家那2口子都知道了，但你家里不就2个孩子吗？你爸哪来的孙女？见此江逢知道瞒不住了，直接坦然道，就上回那小女孩，没错，我亲女儿。段周懵住了，啥？那不是你妹妹吗？上次还管我叫哥呢。冯哥，你占我便宜是吧？这时一个粉笔头刹那朝他的方向飞过来，万君如神色不善地看着他俩，再说话就滚出去。段周缩着脖子不吱声了。江逢趴着转了个方向，望着窗外，怎么就听不进去也睡不着呢？好不容易挨到下课铃声响，万君如就把他叫了过去，想让他报名参加一个物理竞赛。此刻心里全是满月的江逢哪来的心情报名，果断拒绝。可万君如又把这些年给他擦屁股的事拎了出来，无奈江逢只能妥协填了报名表。回到班级后一直挨到了下午，一整天都无精打采的。想到满月这半个多月来一直跟他待在一起，这第一天上幼儿园就趴在课桌上，肯定是想他在偷摸哭鼻子。一想到这，江逢愈发不淡定了，凳子都感觉有点烫屁股。可看了眼时间，妈的，才2点。满月的幼儿园放学时间是4点，比江逢要早1个半小时。原本打算下午逃课去接孩子，可这还没到他放学的时间，江逢就坐不住了，干脆下午趁着上课之前老师还没来，直接从后门溜走了。下午的第1节课是语文，语文老师跟万君如换了课，万君如准时准点的进了教室，手里还拿着历年竞赛的物理卷子，本想给江逢好好讲讲，可抬头往后排一看，靠，人又不见了。这个时间幼儿园是小朋友的自由活动时间，老师带他们去小操场玩。满月一个人蹲在树荫下，撑着下巴，面无表情的看他们到处跑。有个小姑娘朝着他的方向走了过来，满月懒懒抬头看了一眼，是个胖嘟嘟的很可爱的年画娃娃，她叫何暖，是今天满月认识的第1个小朋友。何暖过来是想拉着她去见其他好朋友的，满月得过且过的顺着她就起来了，刚走几步就看见一个小男孩把何暖的好朋友推倒在地。何暖见状连忙先冲了过去，挡在小胖男孩身前，生气道，顾子瑶，你别欺负谢潇。顾子瑶抱着手臂，他要是下次再敢抢我的地盘，就不止推一下这么简单了。此时满月也慢悠悠地走了过去，黑漆漆的眼睛看向对方。顾子瑶也注意到了满月是今天新来的同学，他觉得有必要让他知道一下这个小班谁是老大。他摆了一个自以为很酷的表情走过去，何暖又把满月拉到了身后护着，你有什么冲着我来？顾子瑶没理他，指着后面的滑梯冷酷道，这个地方是我的，没有我的允许你们不许过来玩。新同学你听见了吗？满月没说话，觉得这小孩像个混世魔王，可在顾子瑶眼里不说话那就是看不起他。听着，谁要是不经过我同意去玩我的地盘，我就揍谁。一旁其他小朋友都下意识远离了那里，因为他们都不敢惹这个家里有权有势的小魔王。可满月哪里在乎这小屁孩，直接当着所有小孩的面从滑梯上滑了下来。小朋友们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顾子瑶气急败坏地伸出手指，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满月打开他的手不屑看他，顾子瑶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衅，愤怒地拽住了满月的衣领子。满月怎么说都是个成年人的灵魂，趁机拉住他的手腕，啪的一巴掌就打在他的脸上。小朋友们也都惊呆了，而刚刚进校门的江逢在距离这还有一段距离时，就看到了这样的场面，自家小孩竟把人打了。对面的小男孩看起来很不服，还想把满月推倒，满月直接借力骑在了他身上，然后又是连续几个巴掌，巴掌力道不大，但像拍乒乓球一样连在了一起，不疼却羞辱性极强。顾子瑶在小班当了这么久的老大，现在是丢足了面子，哇的一声就哭了。满月见状不妙，连忙从他身上翻了下来，也躺在地上哇的哭了起来，不知情的，一时之间还真分不清谁欺负谁。离开了2分钟的老师连忙走了过来，他没想到只是去拿瓶水的功夫就发生了这么大事。江逢见状也快步走过去，把满月抱在怀里，拍着后背轻轻哄着。老师也来不及计较家长怎么来了，把顾子瑶扶起来安慰，然后就开始了解事情的经过。这时何暖走上前说道，是顾子瑶欺负满月。听他这么说，所有小朋友顿时统一了口径，有几个夸张的还说顾子瑶要拿石头砸他。顾子瑶一时有口难辩，哭得更大声了。老师见状也只能先请家长，然后调查监控。而在场的江逢并没说话，看了看倒在自己肩膀上没事人一样的满月，心里想着到时候怎么给闺女撑腰。很快顾子瑶妈妈来了，众人一起去了监控室，一查得知
知，恰巧那20分钟的监控在维修，啥都没录下来。原本还有些理亏的江逢瞬间腰板就直了。老师，我们家满月是来这上学的，不是受欺负的。顾子瑶妈妈不乐意了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你看你家妹妹都把我儿子脸打红了。可江逢压根就不搭理他。老师，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个交代。被叫到的老师无奈点头。是这样的，子瑶家长，所有小朋友都看见是子瑶打了满月，而且子瑶是男孩子，满月一个没他高的女同学看起来也不可能打过他。话音刚落，顾子瑶又开始放声大哭。可惜这口锅他背得稳稳的了，可事情终究是要解决的。最终顾子瑶不服气地看着满月，说了声对不起。闻言满月转头又抱紧了江逢的脖子。爸爸，我害怕。江逢配合地冷了脸。老师，以后我家满月就不参加这种挨欺负的活动了。老师又替学校道了歉，然后给了满月假，让江逢提前接走了。到了车上，满月安安静静坐在位置上，江逢挑了挑眉，不装了。满月哪好意思看他，低头捂住耳朵小声念叨着，不听王八念经。到了家后，江逢把自己关进了房间里，他感觉自己好像不再潇洒了，轻易被一个孩子绊住了脚。就比如今天，按照平常来说，他应该心无旁骛的上课或者睡觉，觉得无聊了再开黑2把，说不定还能找个架打。可他如今竟然一心挂念着上幼儿园的小孩，还担心他不习惯专门为他翘课，这太不正常了。江逢坐在卧室的床上静静思索着，难不成爸爸这个身份魔力这么大？他走出卧室，看见客厅沙发上的小孩在看动画，茶几上还摆着某家的海鲜套餐。江逢笑着走过去，哟，还帮我点了1份呢。闻言满月转头看向他，然后把所有吃的揽入怀里，是点了2份，但是给李奶奶的。他可不是那种自私的人，好吃的当然要分享了，只是这分享中没带上某人。江逢有点不开心了，也不对，他才没有不开心，不就一顿吃的吗？谁在意他呀？呵呵。江逢冷笑一声，转头去冰箱拿了1罐可乐。这时段周打了电话过来，逢哥，来李园新开的猫咖玩了，顺便带你女儿过来，小孩不是都喜欢毛茸茸的小猫咪吗？江逢朝那边看一眼，满月耳朵十分灵敏的听到了，连忙买着小短腿跑过来，伸手就抱住他的腿，仰头盯着他。见此，江逢对着手机说道，啊不是，他不爱去，就不带他了吧？满月抱着他的腿使劲摇晃，我去啊。江逢看着他纹丝不动，啊，他说幼儿园留作业了，不去。闻言满月直接呀了一声，随后拽着他的裤子就往上爬。竟然江逢听不懂人话，他就自己爬上去说。段周那头还有些莫名其妙，不是，幼儿园哪来的作业？江逢目光落在那张倔强往上爬的小脸上，要是再不制止，他估计都要光屁股了。眼瞅着满月就要抓到不该抓的地方，江逢眯起眼睛把人抓猫一样抓起来，别爬了，还不赶紧换衣服去，现在时间还不算晚。等他俩到了猫咖后刚好歇业没其他客人，满月刚进去就被猫包围住，一只只的小毛团可爱又亲人。江逢把他提溜起来，别乱摸，他们会抓你的。满月大梨子鱼的乱蹦，啊，快放我下来！逢哥，你怎么欺负小孩呢？这的猫都可蠢了，也剪了指甲，不挠人。段周和李媛前后从楼上下来，身后还跟着一男一女，赫然是沈四和沈芝芝。看到他们，江逢就知道今天这事没那么简单。李媛过来打圆场，这不是沈四，他好久没跟我们聚了，今天也来凑个热闹。这位是他妹妹沈芝芝，之前一直生活在林氏来着，才回来没多久。江逢让满月坐在他的手臂上，嗯了一声没说话。段周也开口道，原子韭菜都准备好了，上去看看呗。江逢跟着他们上了楼，为了哄小孩，李媛还特意抱了一只给满月玩。这时段周稀奇古怪地看着满月，不确定地问，逢哥，这真是你女儿啊？江逢给满月带个一次性小口水巾，平静点头，怪不得这么像。段周又说道，你爸最近可嘚瑟了，每次和我家那位聚会，开口第一件事就是炫耀自己有孙女了，可把我爸羡慕坏了。对了，沈四，你这阶段都在忙什么？沈四尴尬笑笑，没什么，就还债。段周哎了一声，不就是家里破个产吗？我们都说了可以借你，你何必跟我们这么见外？沈四看了看江逢，对面从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，他沉默一会还是开了口，逢哥，你上次说的话还算数吗？江逢看着满月头也没回，你指的是哪句？可以帮我还债？见此江逢这才转过头来，算数，但有个问题，我知道你这几年一直在做一款竞技游戏，已经到收尾阶段了。闻言沈四一顿，没想到江逢知道这个事，犹豫片刻说道，是，但已经要卖出去了。江逢嗤笑一声，一边给满月剥虾，一边冷然说道，合同应该没签才对吧？桌上氛围静得可怕，只有满月小口咀嚼着虾和逗猫的声音。江逢摘了手套，朝着垃圾桶用力一甩，脸臭得不行。满月还不知死活的转头问了句，爸爸怎么不包了？小猫还想吃。江逢装作没听见，仰头闷了一口酒。前几世满月就了解过江逢的这个好兄弟，他从未把江逢当作朋友，而是作为了单方面的对手，一边装作跟段周一样是他的好兄弟，一边又迫切的想要拉兄弟下来。就像江逢之前帮他打赢的那场拳赛，他也从头到尾都在缩着，一句谢谢都没有。如今他手里握着的一张王牌，他宁可低价卖给债主，也不愿意给江逢。而江逢不知道的是，按照原剧情，他们的确达成了合作，却也在沈四的心里埋下了一根刺。等有朝一日成功，便是江逢作为男主的第一个死结。段周见江逢情绪不对，瞬间将矛头对准了沈四，你这做的就不地道了，你明明知道咱冯哥名下也挂着一家游戏公司呢，怎么手里有好项目还想着外人？难不成怕冯哥亏待你了不成？沈四闻言也领悟过来，连忙认错，冯哥是我想错了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再给我个机会，让我跟你一起完善这款游戏。江逢放下酒杯，沉默半晌，周末公司细谈吧。说着他起身把满月拎起来抱着，明天还要送孩子上学，就不陪了。说完就抱着满月走了出去，独留沈四几人尴尬的坐在原地。第二天满月又懒床了，接送他上下学的司机今天上门，江逢把人仔仔细细的盘问了一遍，这才放心。20分钟后，江逢把生无可恋的满月塞进车里，嘱咐完司机必须亲自把他交到老师手里后，这才怅然若失的目送着车离开。
满月懒懒地靠在车座上沉思，要是他不选江逢女儿就好了。想到这，他思路一下就打开了。对啊，我直接当他妈不就好了？紧接着满月就脑补了很多教训逆子的画面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可尽管他想的再美好，也逃避不了今天要上学的事实。到了班级里，满月找到了自己的座位，抬头就看见了昨天吃了哑巴亏的顾子瑶，此刻正一脸怨气地看着他。满月挑了挑眉，然后移开了视线，见自己又被无视了。顾子瑶走过去敲了敲桌子，江满月，你成功激怒我了，我要挑战你。满月不知道这小屁孩又打什么主意，抬头面无表情道：呦呦呦，你好棒棒哦。顾子瑶也不生气，等着吧，你今天要完了。说完扭头就走。对于顾子瑶放的狠话，满月没有在意，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自己轻敌了。下午的一节活动课上，其他小朋友都在堆叠着各种棋子，而满月却趴在桌上呼呼大睡。忽然一道尖锐的哭声将他吵醒，只见不远处几个小孩聚在一起嗷嗷大哭。老师快步走过去，一个个安抚好。等哭声逐渐平息后，老师开始询问事情的原因。第一个哭的小女孩抽抽搭搭说道：妈妈给我的金锁不见了。老师知道那个金锁的重要性，那是李子嫣从小带到大的，来不及深究她为什么拿下来。老师询问道：你还记得你放在哪了吗？李子嫣指了指书包，见此老师帮忙在书包里找了一遍，可是并没有找到。紧接着他便走到讲台边，向底下的小孩询问：你们有谁看到李子嫣同学的金锁了吗？一个小男孩支支吾吾地说道：老师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看见江满月去了李子嫣同学的位置。何暖着急地帮忙解释：不是满月，她一直在桌子上睡觉，没离开过位置。这时又有小孩立马反驳：你们俩是一伙的，家里都是穷鬼，所以才会偷别人的金锁想去换钱。何暖快要急哭了：我们没有。昨天受欺负的谢潇也帮忙解释：不是满月，他今天一直跟我们在一起，谁信呢？我今天早上还看见送江满月的是个穿着普通的男人呢，他还管他叫叔叔，跟他挥手再见。小偷就是小偷。满月被他们吵得心烦，坐起来看了一眼，旁边何暖已经在啪嗒啪嗒掉眼泪了。谢潇在旁边拍着他背，怒气冲冲地反驳那些说满月偷东西的人。抬头就看到顾子瑶一脸得意地看着他，瞬间满月就明白他今天说让他等着是什么意思了。老师此时也走过来，很温柔地笑着看他：满月同学，告诉老师，你今天中午有去李子嫣的位置吗？满月摇头，黑黝黝的眼睛里满是平静。老师又道：可是好几个小朋友都说看见你拿东西了，可以把你的书包给老师看看吗？满月又摇了摇头。老师一开始就发现满月不是个好相与的小孩，不论家庭情况如何，就冲他现在这个模样，让别人看起来就有些心虚的意味了。他严肃地给满月讲道理：如果不是你拿的，为什么不能给老师看看书包呢？你这样会让其他小朋友以为你心虚了，你给大家看看，证明你不是小偷不好吗？见此，满月不屑一笑：想检查可以啊，所有同学的书包一起检查总没问题吧？老师有些为难地问了句：你们都愿意让老师看看书包吗？所有同学都不说话了，只有偶尔的抽泣声，他们谁都不愿意被搜书包。过了1分钟，顾子瑶忽然站了出来：老师，我愿意。他这老大一出头，基本全班就都愿意了。见此，满月拿出了书包，只是这刚一上手就发现了不对，他在书包底部摸到了一块硬硬的触感，随着他把书包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，一块金灿灿的金锁就躺在了上面。见状，所有人都惊呼出声：我就说吧，就是他偷的，江满月就是个小偷。老师也认出来了，这就是李子嫣的那块金锁，脸色变得难看起来。满月，你这么做是不对的，老师要通知你的家长。顾子瑶给了他一个挑衅的眼神，然后转过头不再看他。等老师出去打电话后，满月好笑地看了眼顾子瑶，随即在何暖和谢潇不可置信的目光下，拿出电话手表在上面拨打了3个数字。